我本是现代医学博士，和男朋友裴思燕一起穿越到古代，已经8年了。他待我如珠如宝，我待他一时，此生不负。阿婉，纵然身在古代，男人都是3妻4妾，但是我仍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佳话。你要是骗我怎么办？骗你？我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你快来陪我玩。好，娘亲来陪你一起玩。我们夫妻恩爱，儿子聪明，也一直不忘寻找穿越回去的办法。阿燕，你看，燕君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正所谓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我夫人就算犹抱琵琶半遮面，那也是容色倾城。好像一只狐狸啊！我可不是。阿婉，我们好久没有这样逛街了，记不记得在现代的时候，我们看完电影也去街上逛一逛？我当然记得。阿燕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惊喜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我们终于可以……侯爷，侯爷，不好了，许姑娘她又犯心悸症了。是啊，侯爷，您再不过去，许姑娘就要不行了。阿婉，改日我一定补偿你。宁儿当初受伤也是为了救我，为了去看看她。可知道他南下，带回来一位扬州兽马，以救命之恩收留在府中。我忽然发现，他正在逐渐被这个古代世界同化。大师，上次我托您测算的星象可有眉目了？府主，10日之后，彗星重现，便是自你去处归你来处之时。太好了，还有10日就可以回家了。阿燕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开心，我要把这个惊喜告诉她。裴思燕，我本来想告诉你，还有10日，时空之门会重新打开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现代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对你说。西泽，先生今日说你没有去学堂。娘亲总是对我这般严厉，要我苦读书，却不知有什么用。我又不考状元，那些酸腐文章读来古板又无趣。西泽，娘亲告诉过你，读书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，是为了明理立世，明哲保身。你都忘了？如果有一天，娘亲和爹爹分开了，西泽，你要跟谁？当然是爹爹，我是世子，怎么可能流落在外？娘亲教我的什么人人平等，许姨告诉我这简直荒谬。我生来就是贵人，怎么可能和那些奴才一样？没想到许耶妮才进府不过半年，就已经把西泽教唆成这般不知礼数的样子。西泽，西泽！只因夫人喜爱莲花，侯爷便命人引来这温泉水，便是在这冬日也能看到这盛夏美景。这样好的夫婿，我何时才能拥有呢？许姑娘好兴致啊！我竟不知你何时存了这样的心思。姐姐，妮儿不敢啊！夫人，是妮儿僭越。余婉，咱们走着请。夫人，妮儿日后谨遵夫人教诲。夫人请喝茶。夫人就这般容不下妮儿吗？妮儿自知身份低微，可妮儿只不过想求片瓦遮身。既然夫人不喜欢，那妮儿这就走。住手！住手！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没事吧？回来啦？做什么呢？不告诉你。
阿婉，别做这些了，你这手是拿手术刀的手，怎么也学起了这些女工？这七夕荷包呀，别人的夫君都有，我家夫君怎么能落后于人？来，你看，当当当当，好看吗？侯爷，夫人怀疑宁儿勾引您，正在警告宁儿。宁儿害怕，这才打翻了茶水。夫人是无心之失，是宁儿让夫人误会了。阿婉，你在胡闹什么？宁儿是我们侯府的座上宾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到底是救命恩人，还是其他？你自己分得清楚。阿婉，你平日里对下人处处宽容，怎么到这种时候如此小气？宁儿曾经救过我的性命，我是同情她才收留她的。好啊，那你就昭告全天下，收许嫣妮为义妹，对她绝无半点非分之想，让她迁居于别院，我自会好生待她。裴思妍，你果然是对她动了心，却不肯承认。不行，我要许一陪我玩。许一对我最好了，总是给我买好吃的，不像娘亲总是对我这般严厉。你是坏女人，不许你赶走许一。西子，世子，你快别说了，夫人定是无辜的，我相信她必然不会故意加害我的。才不是！我亲眼看着娘亲推了许一，还骂许一是狐狸精。娘亲，你要是赶走许一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西泽，娘亲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不可以撒谎？他只有6岁，他能撒谎吗？倒是你这个做母亲的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原来许嫣妮对你们父子已经这么重要。我说了，我没有撒谎。侯爷，宁儿的手好痛。你冷冷一声，连山河都知道。我那么小鸟，却渴望你怀抱。夫人，我给您上药。没事的，我自己来。侯爷，阿婉，今日之事是我冲动了，你一贯大度，何必和宁儿那种封建的古代女子斤斤计较？你还记得你这个侯位是如何得来的？我永志不忘，那时候我们一起穿越过来，我还是个小小庶子，又碰上京中时疫，是你研制出了特效药，助我立下大功，才换来这个侯位。阿婉，在这一时，你我是彼此唯一的依靠，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你的位置。我今天不舒服，要休息了，侯爷请回吧。裴思妍，你一如当年信誓旦旦，可你的心早已经分给了另一个女人。阿婉怎么变的，和从前不太一样了？难道她察觉到了什么？还有7天，我就可以回到现代。我需要在离开之前处理好这里的一切。姐姐呀，姐姐今日气色这般差呀，想来是夜不能寐吧？我特意做了些银耳羹，送给姐姐尝尝。呀，这玉簪真好看，是上等的羊脂白玉呀。可惜我自小身在烟花柳巷，虽见过这些好东西，却从未拥有过。不过侯爷对我温柔多情，他总是在床上说你儿肤若凝脂，胜过羊脂白玉。我知道许多生在烟花柳巷的女子都是为生计所迫，逼不得已，可唯独许姑娘，我听说阿燕要为你赎身，放你自由，你都不愿，一心要留在侯府。原来为了攀附男人，
连自由和廉耻都可以不要了。如侯爷那般英雄者，世间还有。姐姐喜欢，我也喜欢。而我许嫣你想要的东西，只要得到了，就一定会牢牢抓在手里，谁也抢不走。我今日就好好教教你，什么叫做礼仪廉耻。侯爷，宁儿只不过是夸赞夫人的簪子好看，她竟然以为我要抢夺，盛怒之下还打了宁儿。夫人容不下我，那我也不会攀着救命之恩，我担当不起。宁儿这就走。阿婉，宁儿她出身市井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一个簪子而已，你便让给她吧，何必咄咄逼人？你可还记得这簪子的来历？你首饰那么多，我不记得了。愿如此簪，朝夕相见，是我们成婚那年你送我的定情信物，可连这个你都忘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弥补给你的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为难许姑娘了。好啊。你这簪子不要了，你我也不要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许姑娘上吊了！什么？宁儿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侯爷，我知道夫人不许你纳妾，但她不许我嫁入侯府，难道还不许我去死吗？住口！本侯不许你死。没想到你竟如此刚烈，欢场之中却有此真心，本侯怎敢负你？恭喜侯爷，这贵人是喜脉呀，已经2个月了。喜脉啊，是。好耶！喜迎怀了小宝宝，我要有弟弟了。他们现在倒是比我更像一家人。宁儿，你放心，本侯定会护你周全。侯爷，为何待宁儿这般好？这种情绪我在余婉身上从未如此体会过，她太强了，强到有时候都不需要我。你不一样，你只有本侯了。那夫人呢？她就算知道了，最多闹一闹，她离不开我的。明明已经决定离开，为什么心还是会这么痛？我来看看许姑娘。小公子，这边走，来。是喜脉。许姑娘，你无媒无聘，客居于侯府，怎么会怀了身孕？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你若不便说，本夫人只好赏你一碗堕胎药，以免污了侯府的名声。夫人，侯爷救我！侯爷，够了！宁儿腹中怀的是我的亲生骨肉。裴思燕，你终于承认了，你和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，甚至出胎安奸。你听我解释，这孩子是个意外。那日我喝酒喝醉了，我不清醒，这才将宁儿当成了你。不过事已至此，宁儿肚子里怀的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须得让这孩子认祖归宗。夫人，奴婢求你，我愿意嫁给侯爷，哪怕是做一个无名无分的妾，我也是愿意的。裴思燕，你不必解释了。知涛，从今日起，许姑娘的衣食住行，全都按照侯府夫人的标准来置办。她腹中怀着的可是侯爷的骨肉，得护着。
是。仔细揣着，可别掉。阿婉，你不必觉得亏欠我，也不必着急给他名分。为什么？啊？因为侯府以后就没我这个夫人。裴思燕，我们和离吧。你疯了！你为一个未出世的孩子要跟我和离？当初我们成婚时，你曾许下诺言，此生只忠于我一个人。如今你既已背叛了我，那我们一刀两断有何不可？我都说过了，宁儿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看她可怜。再者，天下男人有妻有妾，再正常不过了。守着你那么多年，你还要我怎样？阿婉，纵然在这个世界，男子三妻四妾是常态，我也一定为你打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佳话。我裴思燕在此起誓，此生只娶于婉一人为妻，若违此事，终不得善终。裴思燕，你忘了吗？你我们都是21世纪的人，男女平等，一夫一妻，这些你全都忘了。什么21世纪？清醒一点，这是大雍15年。那个时代犹如一场梦，都回不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回不去？你别做梦了好吗？8年了，上吊、投湖、做法事，我陪着你苦寻种种穿越之法，有用吗？终究是无济于事。阿婉，我们现在是王公贵族，一直这样会让人笑话的，知不知道？王公贵族，这香囊是你亲手绣给我的，我还记得。这上面的鸳鸯一直绣不好，你练了好久，我一直贴身带着。阿婉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还是和从前一样。我可以发誓，从此以后，我只有你和尼尔，余生不再纳妾。夫人，侯爷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可我的男人绝不允许有这样的污点。你听好了，我余婉今日休妇，朱弦断，明镜缺，井水汤汤，与君长绝。不可能！从古至今，只有男人休妻，哪有女人休夫的道理？你给我听好了，只要你活着一日，你就是侯府唯一的夫人。侯爷，侯爷，京城突发时疫，圣上急召您入宫了。夫人，自从您和侯爷提了和离，侯爷就把你软禁了起来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他不会同意，不过我还是要提。阿婉，我们谈一下吧。我在宫中待了整整2日，新的一整来势汹汹，人心惶惶。陛下命我再度研制药方。哦，那我可要恭贺侯爷了，建功立业、名垂青史的机会，这不就来了？可你明知道我做不到，那些药方都是你提供给我的，只有你能解决。再帮我一次吧，我保证，我待你像从前一样。许愿你腹中的孩子，我会让他认在你的名下，换你做母亲，给子儿作伴，好吗？以后这种粉饰太平、皆大欢喜的话，就不必再说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当初我爱你，满心满眼都是你，所以才任由你献上药方。可如今我不爱你了，你凭什么认为我还会跟以前一样帮你？你不爱我了？我们在一时相依为命8年，一同发过誓，生同心，死同穴。你怎么能因为赌气说出这种话？8年的相濡以沫，比不过半年的干柴烈火。裴思燕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之间只剩下苍白的承诺？好，
你就当我是在赌气吧。侯爷，短短2日，宫里已有人感染10疫。皇上说，如果您再不能尽快研究出10疫之方，便要诛杀9族啊！废物，一帮庸医！侯爷，侯爷还在为10亿的事情烦忧。依你儿看，这侯府的一切皆为侯爷所有。既然这件事情只有夫人可以做到，她不愿，软的不行，我们可以来硬的。还是尼儿心思玲珑。来人，传夫人。姐姐，侯爷也是为全城百姓着想，你就别犟了。难不成要等到皇上降罪，整个侯府陪葬吗？阿婉，眼下10亿4女，陛下震怒，侯府上下命悬一线，你还是不肯替我研制药方吗？这就是侯爷的求人之道。姐姐，黎民百姓正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，陷天下百姓于不顾呢？还是尼儿识大体。阿婉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娘亲不过是嫉妒许一罢了，和爹爹闹小性子，还是许一温柔体贴。好，既然你不肯答应，那我就只能把你贴身侍女重大使鞭了。来人，传家法。枝头，枝头，不要！知道痛了吧？你的主子还真是狠心，都不替你求求情的。放开！知道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当初是您救了我。您曾经说，您的愿望是回到另外一个世界，那里有您的家。可奴婢已经没有家了，您一定要顺利回去。知道。侯爷，夫人她伤寒未愈，受不住的。总是受。我答应你。算你识时务，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即日起，夫人禁足1元，潜心研制药方，任何人不准打扰。是。这一次，我会再为他人做嫁衣，功劳是谁的，该让天下人看清了。妮儿，等这件事过后，我一定会好好说服夫人，风风光光迎娶你进门。侯爷，小姐，柴房的伙计把您配的药方给弟弟喝下，已经退烧了。太好了，这说明我这个药方是没有问题的。东西带了吗？带了。这信鸽是于大人亲手豢养的，必能替您把信带到。希望父亲能尽快把陈情书和药方送进宫中，以戒我的燃眉之急。知桃，这是你的卖身契，我已为你消了奴疾，这些银票你拿着，往后天大地大，想去哪里都好。
毕竟很快我就要离开了。小姐，可奴婢舍不得您。傻丫头，这是新生，不是离别，对我，对你都是。我听说你日日都在辛苦研究10亿的药方，夫人辛苦了。阿婉，我娶你时曾在金钟立誓永不纳妾，所以妮儿的话只能是摒弃。这就是你说的信守诺言。你曾说过此生永不纳妾，所以你就要娶2个妻子。你知道人家出身不好，否则的话，她生下的孩子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。阿婉，你明明是这世界上最理解我的人，我们为什么非要互相折磨呢？在我看来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只要我们彼此心里有对方，一生一世一双人有那么重要。我知道了，我答应你。你想通了？那这药方？这药方过2日便会写好奉上，放心吧。对了，在这儿添上你的名字。夫人的意思是，以我的名义献药方。夫人当真是思虑周全。我这边去向陛下禀明，10亿药方已有眉目。婉儿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我们就和以前一样，我定当1000百倍对你好，相信我。海爷，许姨终于可以嫁给爹爹了。娘亲，你若早些这么大度，也不必吃这么多苦头。裴思妍，平妻之位，你要给便给，因为我们很快就不再是夫妻了。夫人，怎么没来？回禀侯爷，夫人一早就派人传话过来，说她身体不适，就不来凑热闹了。阿婉，我宁愿你像从前一样和我大吵大闹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，拜；二拜高堂，拜；夫妻对拜。研制药方，辛苦了。有你是我在这古代世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那你可要记住，要好好对我一个，只能对我一个人好，要不然我就留下你，自己一个人回去，让你再也找不到。阿婉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一定会一起回家的。且慢。余婉，又是你坏我好事。裴思妍，8年的相守，我曾经赌上全部真心，奉你为一时的知己和救赎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不过痴梦一场。而我这一颗心伤到尽头，也终于可以解脱。裴思妍，此生不复相见。阿婉，不要！拦住他！过来！西泽，原谅娘亲，不能陪着你长大。西泽，放开我！娘亲，你不能走，我不要你走，怎么能离开我和爹爹呢？西泽，我从来没想过，那个阻拦我回家的人，居然是我亲生骨肉。阿婉，
别闹了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这个天下百年难遇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，从穿越到这里第一天起，就注定永远困在我身边。余婉，我们来日方长，一笔一笔清算。思妍，还有许嫣你，就算我回不去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件一件、一件一件讨回来。将夫人禁足一员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。是，夫人姐。踏过这一刻的生死决战而去，待人气加许。这都过去几日了，婉婉也不托下人来个信，莫非他真的要离开我？侯爷，侯爷，不好了，医院走水了，夫人她自焚了。什么？来人呐！快救火呀！快！阿婉，阿婉，侯爷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本意是来劝慰夫人的，结果发现着了火。侯爷，火势太大了，我们快走吧，不然烧到腹中胎儿，嫣儿怕是万死也难辞其救了。我要去救阿婉。侯爷，说不定这火就是他自己放的，他想惹您注意，他定会没事的。走吧，走啊！别看，快走啊，侯爷，走！余婉，这回你死定了！快快快，救火，把水拿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边。将军，前面好像是平南侯府着火了，火势凶猛，怕是有人被困了。平南侯府，难道是他？醒醒，醒醒！你中了箭伤，箭上有毒，好在我已及时为你处理，服下了解毒丸，保你性命无虞。多谢姑娘相救，敢问姑娘名讳，在下日后必当报答。我叫余婉，是跟着夫君来军营里慰问将士的。原来他已经成婚了。你们在此等候，本将军去就回。是，将军，您刚刚凯旋，还着急向圣上复命呢。你在教我做事。叫！快救火！快点！来来来！我家夫人还在里面，快救救我家夫人！这里是平南侯府外南部的擅闯，让开！真心弦月漫步，跌落泪至尽。沉迷，把明暗抹去，相逢这一绪。不天落荆棘，最肯穿一丝对你，却也太薄情。将军，我们该走了。曲终究你偏向缘分落了天意。这不是侯府之物，是谁救了我？侯爷，你看看人家的手是会留疤的。昨晚那场大火，明明是在夫人房间，夫人却毫发无伤。宁儿实在想不通，火势那么大，她是怎么逃出来的？难不成这场火是夫人放的？这火分明是你故意指使丫鬟打翻烛台引燃。若非有人救我出来，恐怕我早已葬身火海。够了！宁儿身受重伤，而你却一夜违规，全身而退，这你又作何解释？你就这么信他，信到连我的性命都不顾？阿婉，我就不明白了，
从前你温柔善良，你怎么就变成这样？那侯爷呢？侯爷可还有几分像从前？那侯爷呢？侯爷可还有几分像从前？深呼吸，加把劲儿，对，使劲儿。侯爷，夫人难产大出血了，不可！老奴知道有一偏方，以丈夫的血入药，做药引，或可去匕首。出来了，夫人生出来了！太好了，皇上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生了，此生有你一人就足矣了。即日起，夫人禁足医院，潜心研究药方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探望。不，宫中时宜已解，侯爷，传旨公公已经过来了。余婉，看到没有？即使没有你的医术，这天下人才如过江之鲫，时宜照样可以解决。你还有什么可以倚仗的？侯爷，定是皇上知道您殚精竭虑，志业有功，特地来嘉奖您了。裴思燕，若陛下和天下人所知道，你引以为傲的治世之功全是假的，全是仰仗于一个女子，该如何？姐姐莫要再钻牛角尖了。若你日后安分守己，侯爷定不会亏待于你的。阿婉，莫要痴心妄想了。你服个软，向宁儿下跪认错，人前你还是尊贵的侯府夫人。爹爹说的对，多亏了许一日日红袖添香，细心伺候爹爹，爹爹才能安心忙于公务。可年轻你呢，只会在房里偷懒，半点都不如许一体贴。好，好，那我就恭贺侯爷再得佳人，恭贺世子再得良母。圣旨到！罪臣平南侯裴思燕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南侯贪天之功，蒙蔽圣听。京城时医药方，实乃其夫人于氏殚精竭虑所创。平南侯冒领奇功，欺君罔上，着削去侯爵，降为太仆寺卿，罚俸3年。不可能，这药方是我日夜钻研所得。她一介女流，她怎么懂药理啊？就是，宁儿亲眼看见侯爷日日在书房研究药方，还有世子也可以作证。许一说的对，我只有6岁，怎么可能撒谎？公公，这药方上的字确实是我亲手撰写，与他人无关。许氏心机歹毒，屡挑内斗，着令其为贱妾，终身不得正名，长嘴80，钦此。侯爷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骨肉，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无名无分的贱妾？来人，带下去，掌嘴！侯爷救我！侯爷救我！侯爷！裴思燕，你还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。你说这药方是你所创，那我问你，这药方中的含水石为何需要用陈醋淬炼7次？还有那炙甘草为何需要去须去尾，文火焖煨3个时辰？这其中的药理和缘由，你说得清楚吗？你当然说不出来，因为你不过是坐享其成，窃取我的劳动成果。夫人所言甚是，陛下早已明察秋毫，另有口谕，于是功在千秋，赏金1000两。若夫人有所愿，且等允准。
臣妇别无所求，只求陛下恩准臣妇合理。从此之后，与裴府再无瓜葛。枝桃，公公请看。准。这和离书由你亲笔落款，落此无悔。不可能，我从未见过，这是伪造的。哼，哈，玉姑娘，从今往后你便是自由之身了。老奴就此告辞。谢主隆恩，公公慢走。果然，在古代夫为妻纲，皇帝即使知道了裴思燕欺世盗名，也认定我们夫妇一体，未曾严惩。不过好在我终于可以脱离侯府。老婉，你不要走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可都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。裴思燕，你我之间，从你对许嫣妮动心开始，就已经结束。我曾以为我们是同类，没想到你早已被这个封建社会所同化。圣旨已下，余生漫漫，你好自为之。阿婉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抛弃我们父子俩啊！娘亲，你不要泽儿了嘛，泽儿可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可我绝不允许我的亲生骨肉变成刺向我的利剑。裴思燕，裴希子，从今日开始，我与你父子二人再无干系。娘亲，将军可知最近京中出了一桩奇事？什么事儿？那刁蛮的侯府夫人居然把那平南后给休了。说起来，这夫人也当真厉害。听说她被困于后宅，遭外室欺辱，还能检举出平安侯府一桩欺君之事。现在这圣上是龙颜大怒，把那平南侯贬到太仆寺去了。这事也真是奇了。你说这自古以来，只有男子休妻，怎会有女子休夫呢？还当真是倒反天罡。何为天罡？不过是世人被父为妻纲的古训束缚久了，如今能靠自己重拾自由，是他应得的。侯爷，要不要去求求陛下，让他收回成命啊？我现在被贬，不是什么侯爷，在陛下那里尚难应付，哪敢妄图别的？血！来人呐！快叫郎中！怎么样？大人感染的这是时疫，高烧不退，这病是会过人的，多少名医都束手无策，只能用先前夫人留下的那份药方试一试。许姨娘，大人病重，你可要进去市集。市集？这种脏活累活也别让我做。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侯府血脉，万一出什么事情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既然药方已经有了，你们便煎了，给老爷服下去便是。我先回房间静养。阿言，这是我给你配制的药，把这药喝了，风寒就好了。怎么不戴面纱？不怕被传染吗？我是医生，如果连医者都怕被患者传染，那我还怎么治病救人？
更何况你是我的夫君，我只希望你平安健康，长命百岁。阿婉，原来阿婉她真的不在我身边了。娘子，我们要去哪儿？这天下之大，还愁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？纵然暂时穿越不回去了，在这古代，我也定能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。娘子，看着您从前和侯爷那么恩爱，他却这般对你，实在让人寒心。不过还好，娘子你逃出来了，你真厉害。知桃，那些规训女子的话，听听就好，不必遵循。女子从来不是男子的附庸，若女选夫婿，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想。奴婢才不嫁，奴婢要一生一世陪在娘子身边。哎呀，你啊，好俊俏的小娘子，还是2个。大哥，劫财还是劫色？我们全都要。好，小美人，你就成了我们！救命啊！幸好随身带了银针，扎了他们的定位穴。看来在这古代，只有钱没有权势是不够的。我和知桃2个弱女子，就如稚子怀金过闹市，怀璧其罪。将军，您不过去了吗？即使不被人救，他也能护自己周全。娘子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好。迎妻，送官府查办，按律严惩。是，将军。于姑娘身手倒是利落，只是2个女子同行，终究太过危险。你认识我？她果然不记得我了。在下沈望州。原来是刚刚凯旋的镇北将军，可他的脸为什么有些熟悉？您特地赶到此处，不只是为了说这句话吧？将军有话，不妨直说。实不相瞒，家中祖老催我成婚催得紧，本将军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。将军名满天下，肯定是不少女子的春闺梦里人，怎会有此烦恼呢？本将军有难言之隐，我不喜女人。原来是个断袖。将军是想找个名义上的妻子，以应付家中祖老。我知道，于姑娘想复仇，可没有身份就没有权利。将军府夫人这个身份，比平南侯还要高出一阶。更何况，我与平南侯本就有私怨。他曾拿走了本将军一样重要的宝物。我竟不知道裴思燕还和将军府有这样的渊源。好，这桩交易我同意，各取所需。不过我不希望大肆操办，以免晚来宾客叨扰。好，3日后，我迎于姑娘进门。走吧。将军，属下不解啊！您早年与家中决裂，穷穷竭力，哪还有什么族人？而且您跟平南侯素不相交，他拿您什么东西了？我看你的舌头是不想要了。属下多猜。沈将军今晚……我去偏房睡。好。原来这就是古代赫赫有名的少年将军，当真飒沓如流星。沈将军好雅兴。是。
好啊。这世上女子自保很难，今后我可以教你怎么杀人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，缘分在的小落笔。沈将军明日可有空陪我去街上采买些东西？沈将军，你看那里。这京城一趟不容易，再去看看，没下雨。再去那边逛逛吧，多添置一些。快看，那是不是镇北将军啊？那就是他新娶的夫人吧？听说被镇北将军金屋藏娇，宝贝的不行呢。我们一起去衣铺吧。怎么像是阿武？王爷，宫里来人催了。江南水患已决堤3日，圣上限您3日内启程赴任。若再延误，不仅前队不解，还要株连府中上下呀！老爷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！妾身今日新制的衣裳，你看看可还好看？啊，好看。对了，明日我就要去汴州走马上任了，陛下派我去治理水患。陛下怎么这般不依不饶的？明知道咱们刚新婚不久，贬了你的爵位不说，还派你去做苦劳。妮儿，说话要有分寸。希泽，爹不在的日子，你在家要乖乖听话，好好读书，知道吗？不要，我不要爹爹走。老爷，你就舍得下妮儿？你不走好不好？你先回去吧。我走。查到夫人的下落了吗？她一介女流之辈，离了我，可怎么活呀？属下无能，尚未查到。接着找。是。这些治水的方法，我也一窍不通。若是再次开罪了陛下，我必性命难保。阿环，他懂药理，懂统筹，要是他在就好了，定能想出办法。有救了，有救了！阿文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将军呢？都日上3竿了，怎么没叫我？将军去军营监督演武了，只吩咐我们不要叫醒您。将军还说了，这些金银珠宝都是俗物，只当给您养养眼。夫人，将军对你可真上心。没想到他还挺细心的，虽然是假夫妻，但也给我足够的尊重和体面。报，夫人，皇后娘娘宣您进宫一趟。皇后，参见皇后娘娘。抬起头来，本宫要看看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会狠心到抛夫弃子。听闻你用一张药方博了陛下的青睐，才敢休了平南侯，如今又攀附上镇北将军，倒是越发的胆大包天了。回皇后娘娘的话，我与裴思燕早已恩断义绝，和离乃陛下亲准，嫁与沈将军亦是两情相悦，并无攀附。哼，跪下！余婉，你可知罪？
臣妾不知何罪之有，还望皇后娘娘明示。本宫执掌后宫多年，最讨厌居心叵测、挑拨是非之人。本宫这头风病缠绵多年，你若不会治，便是欺君之罪。这是试探起我来了。是。娘娘头风并非不治之症，只是之前太医顾忌您身份尊贵，不敢用针，故而只能用温补汤药，治标不治本。臣妾斗胆，想请皇后娘娘一试针灸之法，若无效，听凭娘娘发落。大胆！皇后娘娘凤体，岂可乱来？本宫就信你一次，若敢耍花样，本宫定不饶你。不疼了。真的不疼了。哎呀，娘娘凤体康健，只是因为思虑过重，所以头痛才反复发作。臣妾待会儿再为娘娘开2副补药，不出半月便可根治。你是有几分真本事的，本宫方才不过是想试试你，没想到你当真是铮铮铁骨的女子，是本宫小瞧你了。你治好了本宫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。多谢皇后娘娘，臣妾别无所求，只求娘娘能让臣妾在京中开一家女子医馆，一来可以治疗许多女子讳疾忌医的隐疾，二来我想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女子并非只能依附于男子，靠自己也能成就一番伟业。本宫半生都在为陛下执掌后庭，殚精竭虑，早已忘却了自己，不曾想你竟有如此胸襟，本宫怎能不允？臣妾多谢皇后娘娘。还是老方子，每日3次。沈将军，喝茶。沈将军，你乃堂堂镇北大将军，不必做这些粗活。前段时间我有军务在身，疏忽了你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其实你不必如此迁就我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应付家里才与我成婚。如今这医馆有皇后娘娘撑腰，我在京中也算有了立足之地。你想说什么？他不是断袖吗？怎么连这都听不出来？我想说的是，沈将军若是有想见的人，想做的事，尽管去便是。比如说见见自己的心上人，不必为了我耽误了自己的事。本将军没有。报告将军，平南侯回京了，听说他治水有功，升上龙颜大员，已经复了他平南侯的爵位。大概是我遗落的那本治水册。在这古代，权贵男子建功立业何其容易，而我又何其艰辛。明日宫宴上，平南侯也会去，夫人可还要前去？去，当然要去。侯爷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宁儿好想你啊！宁儿，这里有3个月了吧？辛苦你了。侯爷，皇上复了你的侯位，宁儿打心眼里为你高兴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封我为夫人。我风尘仆仆的回来，你就只问我这个？
陛下还没有这个旨意。妮儿，莫动了胎气，等你把这孩子生下来，我立刻去向陛下求情。不过明日陛下举办雀华宫宴，你得陪我去参加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看平南侯带来的女子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货色，比起从前的侯夫人，真是差远了。就是，看她这气质，倒像个风尘女子。侯爷，这身宫装果然没白做，那几个夫人在看我呢。谨言慎行，今日皇上皇后在此，不可失了分寸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免礼吧。谢娘娘。陛下今日有军务在身，这次家宴由本宫来主持。平南侯，你身侧的这位是？回皇后，这是臣新纳的妾室许氏。臣妾许愿你参见皇后娘娘。你妻子刚离开不久，你就迫不及待地纳了新欢。本宫竟不知这皇宫家宴什么时候连阿猫阿狗也能入席了。皇后娘娘，你这话就说错了。这皇宫是皇上的皇宫，我夫君可是皇上亲封的平南侯，妾身身为侯府妾室，怎么入不得这宴席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休得胡言，快给皇后赔罪！我不，他说我是阿猫阿狗，犹如侯爷你的脸面呀！放肆！一个贱妾也敢在本宫面前搬弄是非！李嬷嬷，老奴在。我怀了侯爷的身孕已经3个月了，你们不能动我。哦，余婉修夫才不足月余，你就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哼，当真是恬不知耻。皇后娘娘，许氏怀着臣的孩子，求您看在她腹中胎儿的份上，饶了她这一次吧。阿弥陀佛，只是打几个耳光又不会死人。给本宫掌嘴，让她好好学学规矩。是。镇北将军到！报！皇后娘娘，不好了，丽妃娘娘早产了！什么？快，你等一礼，随本宫过去瞧瞧。李嬷嬷，你留下来继续，打到她懂规矩为止。是娘娘。皇后娘娘，不行啊！小皇子的胎位是横着的，根本就生不出来。丽妃娘娘坚持不住了，微臣无能啊！丽妃娘娘难产，已经快晕过去了，请娘娘恕罪。一堆废物，若保不住皇嗣，本宫拿你们整个太医院试问。娘娘稍安勿躁，臣妾这就去看看。这女子生产本就不易，难产更是走鬼门关。余婉，你医术高超，赶紧去看看丽妃啊！好。在古代没有侧切技术，难产就面临1尸2命的危险，实在可怜。回禀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脉象虚浮但有力，只是胎儿过大，加之胎位不正，堵塞产道，若再拖延，会大出血。去准备一把剪刀，再接一盆热水来，快！皇后娘娘，是为小皇子，母子均安。哎呀，真好。多谢皇后娘娘救了我们母子性命。你该谢的是她。娘娘产后还体虚，为了防止感染，臣妾待会儿再给她开些药。余婉，你立大功了，赏，重重有赏，传本宫一旨，
于是就立妃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。你医术高超，可愿留在皇宫做女医官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宫中的小主金尊玉贵尚且如此，可想民间的女子在生产时该有多凶险。臣妾想要出宫，将侧切和清洁术写入医书，在民间广而告之，希望略尽绵力，解天下女子之困。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本宫答应你，便赐你杏林医馆的牌匾吧。臣妾多谢皇后娘娘恩典。侯爷，皇后娘娘也太狠心了，妾身的脸可怎么见人呀？你若能收敛一点，也不至于此。阿婉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侯爷，他害你落得如此地步，你怎么还想着他？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泽儿的母亲。小玉六宫，丽妃娘娘诞下皇子，母子平安。小玉六宫。我知道了，定是他使了银钱打点，才混进宫谋了个稳婆的差事。看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余婉，又是他，真是阴魂不散！我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。还是老方子，每日3次煎服。搬走。娘亲，没想到你离开侯府，竟沦落到看病谋生的地步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你们怎么来了？阿婉，过去的事我都不计较，只要你肯回头，我愿意跟你复合。妮儿也是个懂事的人，一直想和你做姐妹。姐妹，她也配？而且妮儿有孕在身，你懂医理，正好可以为她照看。平南侯的意思是，我放着自己的医馆不顾，还要跑回去给许燕妮伺候岳父。你一个出家从夫的妇人，还出来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侯爷慎言，我家小姐可是得皇后娘娘懿旨开设的医馆，还有皇后娘娘亲赐的牌匾呢。你一无亲缘，二无权势，她为什么给你这么大脸面？就算你当稳婆，立了功，得了赏，就这点赏赐，够你这医馆开销几个月？怕是连个像样的药材都买不起。我开这家女子医馆，并不是为了赚钱。侯爷今日来，不会就是为了嘲笑我吧？我们两个早已没有关系，我过得好与不好与你无关。怎么没关系啊？你是本侯的妻子，就算和离了，你也是泽儿的母亲。你过得不好，就是丢侯府的颜面。阿婉，平南侯，我早已成婚了。平南侯，我早已成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成婚了？娘亲说谎，你泼辣又善妒，哪有人会娶你这个被休掉的弃妇？娘亲，你就别为了这点面子端着了。我和爹爹都知道你过得不好，特意过来接你回去的。当初是我亲自请旨和离，休了你爹，这京城中人尽皆知。怎么如今我倒成了被休的弃妇？侯爷，我家主君可是堂堂……我们只是契约婚姻，不能给沈阳州平添麻烦。阿婉，你就别胡闹了，别忘了，我们可都是穿越者，在这个地方，夫以夫为天，除了我，你还有谁可以依靠？宁儿也是个好性子，只要你肯回去，我让她给你赔罪，你还是侯府唯一的夫人，好不好？夫人，这是老爷遣小的送给您的礼物。
人未到，礼先至。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凌霄花？阿婉，你不会真背着我成婚了吧？我知道了，你之前是丽妃娘娘的稳婆，想必是被赐婚了个侍卫，或者是不起眼的太医。娘亲当真自堕身份，失了体面，你这样做就不怕让儿子丢人吗？以后我在外面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我娘亲。从你当初帮着许愿妮反咬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和世子早已没了关系，何来影响你的颜面一说？这不是平南侯吗？怎么跑到别人家医馆来闹事了？听说于大夫就是从前的侯夫人，是他修的平南侯呢。这样啊。你看看外面，你厌恶本侯纳妾，那古代男子有几个不是三妻四妾的？只怕是50步笑百步，哪里比得上我？原来你喜欢凌霄花，当初我们在一起时，本侯送了你多少？你自己数数。可你连我们的定情信都不记得，连我喜欢什么花你也忘了。阿婉，宁儿出生世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一个簪子而已，你就让给他，你何必咄咄逼人？好啊。阿婉该不会是故意演一场戏来跟我赌气，其实根本没有成婚，只是想引我着急罢了。我想起来了，阿婉，那件事是我不对。只要你回来，天下奇珍异宝，我都愿意亲自捧到你面前。裴思燕，你的东西，还有你这个人，我都不稀罕。医馆事忙，恕不奉陪。平南侯，请吧。玉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娘亲总是口是心非，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来人，带夫人回府。放开！志涛，放开我！夫人，志涛，住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志涛，志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镇北将军可是朝廷新贵，年轻有为，当朝的一品大官，可是比平南侯还要高出一截呢。是呀，原来是镇北将军。今天你来此处有何贵干？我来接我的妻子回家。你妻子？恕本侯眼拙，没看到将军夫人何在。无妻，于我。您是不是糊涂了？婉儿是我的糟糠之妻啊，她不过是一时和我赌气，何时成了你的妻子？婉婉现在是本将军的夫人，谁觊觎谁死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夫君就是镇北大将军沈望州。什么？裴思燕，你我早已和离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你现在来这里闹事，算得了什么？我们是穿越过来的结发夫妻啊！哼，结发夫妻，你怎么能刚离开我就随便找个人结婚呢？你忘了是谁为你研制药方，谁为你生儿育女，又是谁被你囚于后院折辱？这些都是你和你的宝贝儿子赐给我的，我至死不忘。原来这平南侯竟是如此忘恩负义之徒，
难怪夫人要与他和离呀！宠妾灭妻，还冒领功劳，简直是丢尽了男人的脸面。是啊，是，看就这还就是这种负心汉就应该遭报应啊！夫君，我们走。不行，你得跟我回去，别想离开，跟我回去。爹爹，爹爹！夫人受惊了，为夫来晚了。第一遍打你薄情寡义、宠妾灭妻，这第二遍是替被你仗打的枝桃还你。真是解气！这第三遍还了我们两世的情谊。你这个大胆的登徒子，都怪你！我跟你拼了！将军他这么欺负我，你就不替我做主吧？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我可是娘亲的儿子，只要我哭了，他一定会心软的。别叫我娘亲了，我与你父子二人早已恩断义绝。娃娃，当初他打了你多少遍？10遍。那就还他100遍，10倍奉还。我乃朝廷命官，你敢这样对我，陛下会震怒的。本将军自会向圣上禀明，我在外征战沙场，平南侯却当街欺负我妻子，若是不处置，岂不是让天下将士寒心？娃娃，你怎能当众羞辱我？原谅我行不行？咱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你不会弃我们父子二人于不顾，对吧？你错了，我见识过你的薄情寡义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你。娃娃，裴思燕，从今往后，我们恩怨两清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继续。是。平南侯得罪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？怎么烧成这个样子？娘亲不要我和爹爹了，她改嫁给了镇北将军，还纵容那个男人打了我和爹爹。余婉，凭什么你这么好命，离了侯府竟然还能嫁给大将军？我和我的孩子却一直不能名正言顺，哼，我偏不让你顺心随意。陛下彻查了您长街被辱之事，如何？陛下有没有下旨惩罚沈王昭？陛下龙颜震怒，还斥责您心怀不轨，故意调戏功臣之妻，罚了您去工部修建宫墙1个月，明日就要过去。快点来！废物！你看你，拉个车都拉不动，修了3次，塌了3次。呸！不过是个草包侯爷罢了，他的事全京城都知道。他离开了夫人，屡遭贬黜，只是个抠婆娘的懦夫罢了。之前还嚷嚷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结果就在不久前，把青楼烟花的肚子都搞大带回家。如今还不是要跟着我们一块做苦力？怕是过不了多久，这爵位也该被撸了。你干什么？欺人太甚，还不让人说呢你？怎么了？
敢看还不让人说了？他们说的对，离了阿婉，我确实屡遭被骗，什么也不会。第3条，阿婉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我平时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喜欢看一些历史小说。这不，趁着脑子里还有印象，赶紧把它记录下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啦，这本治水册就交与夫君你了。哎呀，看在娘子这么辛苦的份上，我就收下。那当然了。阿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走啊，等什么呢？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的。废！这是我文火慢炖了2个时辰的汤，你尝尝。夫人亲手做的。辛苦你了，夫人。多谢将军那日替我解围，也算是没有辱没将军府的名声。夫人以为我那日替你解围，只是为了将军府的名声。你不是不喜欢女人吗？我是不喜欢女人，我是只喜欢你。婉婉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真心想娶你为妻的，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。你之前说平南侯欠了你一样东西，和你是仇人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夺妻之仇。从我在北京战场上被你救下的那刻起，你就是我此生唯一认定的妻。我的命早就是你的了。我救过的人太多了，我不记得了。可我永远记得。我曾以为此生能留下的不过只是这一只耳当而已，可你过得不幸福，甚至差点葬身火海，我岂能容得？那日在火场救我的人是你。可是我和裴思燕的事情经常人尽皆知，你当真不在乎？你的过去我不在乎，因为你的过去与将来本该都是我在你身边。婉婉，那日平南侯说的什么现代穿越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。你懂医理，会治水，与那些权贵不同，甚至你还有一颗悲悯世人的心。在我眼里，你无所不能。所以婉婉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该不该告诉他真相？我和他注定不会有结果。我和裴思燕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们所在的那个世界，人人平等，没有3妻4妾，女子不再是男子的附庸，可以读书习艺，甚至做官，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。人人平等的世界。人人平等。平等的世界。我出身寒门，爹娘含冤而死的时候，我连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的资格都没有。爹娘，你们是被大伯父推出去顶罪的，是冤枉的，
孩儿一定杀了那些害你们的人，为你们报仇。后来我单枪匹马，亲手斩了仇人，替我爹娘伸冤。可大仇得报之后，我才发现，这世道的尔虞我诈，我早已厌倦至极。直到遇见你，婉婉，你是我放下仇恨、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沈王昭，谢谢你，可我终究是要回去的。我从不属于某个人、某段感情，我的自由永远高于一切。那就请沈将军，哪怕是为了我，也要珍重自身，好好活下去。你就这般想回去吗？哎，大将军什么时候对天象感兴趣了？还特邀老夫前来饮酒。实不相瞒，今日内子总对星象图出神，先生学识渊博，不如与我讲讲，近日可有什么异常天象？说来，确实有。今年是闰年，天上会有2次彗星现离宫，上一次过去了，下一次经过测算，就在3日之后。闰年双星坠，这种天象百年难遇。老夫翻阅古籍，上面记载着彗星过处可通古今。虽然这是传闻，却足见其罕见。闰年双星坠，还有3天，我竟然可以回家了。婉婉，若你想要离开我，回到你自己的世界，只要你能自由快乐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来，每日2次，记得煎得热热的，给你女儿服下。谢谢大夫。下一位。只不过，这位大姐可还有事？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想请大夫帮忙。我能否留在医馆里帮工？为何呀？我和女儿是从傅家逃出来的，他每天在家打我们母女，我只能带着孩子找一间破庙栖身，他这才得了伤寒。我不要工钱，我只需要让我们母女在这住上几日。这怎么能行呢？等等，你可以在这里帮工，但是必须得收我的工钱。以后你和你女儿安身立命，没有钱怎么能行呢？谢谢大夫，你真是大恩大德，真是女菩萨。快些起来吧。志桃，你带着这位大姐去后院做些讨喜药材的活计。哎，好，您跟我来。走。这位夫人有什么症状？听闻你是京中有名的杏林圣手，本夫人近日总觉得胎动不安，夜不能寐。许嫣妮是她，还真以为戴个面纱露双眼睛我就认不出来了。
你这病治不好，这是脑子上的问题，回家等死吧。枝桃，下一位。余婉，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是我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痛，定是被你气出了什么好歹。余婉，你医术不精，若是胎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脱不了干系。来人呐！这家医馆医出人命了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好痛！好痛！我关了吧。看你的医馆还怎么开得下去？侯爷到！阿婉，侯爷，你看看他，他定是对你怀恨在心，故意伤害我们的骨肉。我方才跟你夫人就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，只是探脉而已，根本没有伤她分毫。你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请其他的郎中来诊脉。可你若是来替你夫人撑腰的，恕不奉本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这次不是来替谁撑腰的，我是专门为你而来的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胎气我的很。阿婉，我知道是宁儿不懂事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侯爷，明明是这个贱人！住口！我来人，带他回府。走开！哎呀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就是他呀。裴思燕，现在知道是我受了委屈了，当时怎么就如此眼盲心瞎呢？平南侯别的没什么长进，这眼力倒是更胜从前。哎呀，阿婉，以前的种种是我不对，我只求你能给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，哪怕就一次也行。哦，对了，我想你或许可以改日来趟府上，带着镇北将军一块儿来，我举办宴席，亲自向你赔罪道歉。上次彗星出现的时空之门就是在侯府，难道只有我和裴思燕同时出现的地方才会有时空之门？好，那就后天吧。好，你肯来就好。他既然会和宁儿赌气，心里定然还是在乎我的，我还有机会。彗星重现之日要来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皇后娘娘亲自下令，要开设女医科，凡精通医理的女子皆可报名应试，入太医院或地方医署，与男子同心同权，甚至还劝皇上开设女学，8岁以上无论出身皆可入学。这是皇后娘娘给您的信。愿天下女子都能勇敢做自己。知道，这个是地契。这次我可能真的要走了。杏林医馆以后就交给你了，放心吧，我已经跟镖局的人打好招呼，皇后娘娘撑腰，没人敢为难你。夫人，奴婢舍不得您。知道，若是像上次一样有女子陷于困境，你也要像我一样帮助他们，好不好？夫人放心，奴婢会的。那将军怎么办？夫人，夫人，过几日我就要上战场了，陛下派我去攻打西南边患，可能不能在家陪你了。沈将军，其实你并不喜欢打仗，对不对？我听过无数次你做噩梦说的梦话，都是关于打仗的。可我若是想跟你一起离开，你会答应？婉婉，无论我是生是死，都请你记住我，好吗？
提携玉盟为君死，是我的使命。你也有自己的使命。明日平南侯府设宴，请我前去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好，婉婉，就让我再陪你最后一次。爹爹，娘亲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不会的，你娘亲只是一时被人蒙蔽了。那镇北将军脾气古怪的很，你娘亲在他府上绝对没受过什么好脸色。只要你娘亲看到我们对她好，她绝对会回心转意的。侯爷，我可不是什么善妒之人，只要夫人愿意回来，我一定勤谨奉茶，求姐姐原谅。还是许姨最好了。爹爹答应你，只要她与那沈望州和离，我定8抬大轿，娶她回来做侯府主母。爹爹和许姨这么好，娘亲还不回来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徐婉，只要她敢回来，我一定让她在侯爷心里彻底没了位置。还需要多多仰仗啊。阿婉，你我也算旧相识，我敬你一杯。我夫人近日身体不适，不宜饮酒，还是本将替她喝吧。阿婉，当初我送你的御餐，让你把它让给了尼尔，实在是本侯的错。这不正好，皇上赏了我一块上好的璞玉，我将它打造成了一对同心玉镯，送给你，也算是为尼尔上次闹医馆赔罪。王爷言重了，你的这位贱妾对我造成的伤害，又何止这一桩？平南侯倒是贵人多忘事啊。那日侯府大火，若不是我将阿婉救出，恐怕他早已命丧火海了。尼尔，你不是跟我说上次走水是阿婉蓄意放的吗？我沈将军，有些话咱们就直说吧。今日宴席只喝酒太无趣了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个大的？愿闻其详。若是本侯输了，我此后必不再纠缠阿婉。可如果本侯赢了，你与阿婉和离，我带她回府。可如果本侯赢了，我带她回府。可以，但是我夫人属于她自己，她想去哪儿，她自己说了才算。连沈望州这个古代人都懂得的尊重，裴思燕却用了8年彻底忘记。拿上来吧。侯爷，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本侯先来。都说这镇北将军是个只知道耍大刀的莽夫，投壶之术我苦练多年，他输定了。哎呀，哇，一下就中了，太厉害了！精准了，这个不容易啊。爹爹好厉害！娘亲，你看，爹爹投中了。真是身手不凡啊！太厉害了！你一介莽夫，没有练过这个吧？怎么敢一次试2只？哎呀，将军也投中了，精彩！哎呀，真是投壶这种小儿把戏，我8岁时就玩腻了。平南侯，你输了，自己玩吧。失陪了，诸位，我要去更衣了。
去哪儿啊？先来喝一杯吗？恭喜啊，侯爷！恭喜啊，侯爷！恭喜侯爷！这里果然是时空之门入口。老板，沈将军，你保重。天为地，如何改写结局？竟不知是依然。回家了，我竟然真的回来了。婉婉，婉婉，你终于醒了！婉婉醒了，快叫医生来！我老太爷保佑，老太爷保佑！你昏迷了足足8个月，哎呀，我的好女儿啊！哎呦，难道我在古代度过的8年时光，在现代只过去了8个月？也就是说，我还是20多岁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婉婉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现在已经决定了，把所有的家产全部都传给你。以后你想行医，还是想去周游世界，爸爸都支持你，爸爸养你一辈子。哎呀，乖，哎呀，乖了，没事了。沈王州，我走了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你打胜仗。这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本侯实在是不放心。这下人们说，夫人就是来了这后花园。阿婉，阿婉，谁在那儿？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们看好夫人吗？他人呢？奴婢只看到刚刚天上出现了一颗星星，一晃而过。什么？刚刚有彗星？怎么可能啊？彗星已经现世过来啊！不对，一定是你看错了。夫人还在跟我赌气，纳妾的戏，故意偷偷藏起来让我着急。侯爷，可这后院确实是人去楼空，连沈将军也不见了。爹爹，娘亲呢？你不是说今日试验以后，娘亲就会留下吗？侯爷别找了，夫人定是怕再比下去颜面尽失，所以才拉着沈将军偷偷走了。可刚刚是沈王州赢了，他这是作何？怎么可能啊？这镇北将军方才投壶，全凭运气。侯爷英明神武，苦练投壶多年，方能百发百中。再比下去，他怕是会露馅的。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好你个沈王州，先是夺我妻，还耍心机蒙我，等我抓到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蟑螂，蟑螂！想死我了，轻点儿，我肚子里的可是你们老陈家的种。平南侯死也想不到，他满心期待的竟是我的血肉。侯爷自从半年前受伤之后，于子嗣上就再无指望了。我就买通了郎州，让他对此事守口如瓶。
周郎，我只想生下你的孩子。好，当初在扬州的时候，我可是包你最久的恩客。现在小爷落魄了，你得养我。等过几天，我寻个由头，让你进府当幕僚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好，好。嗯，这是菌菇，你不是一直给那小儿汤里下着菌菇吗？让他产生幻觉，对你言听计从。我们把世子除掉，让我们的儿成为平南侯的世子，不仅能给他戴绿帽，还继承他的前权，好不快哉！阿昭，你真坏。老婉，等我们回到现代，就把这里的见闻还有我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，代代相传，让古今之人都见证我们的爱情。只要我们心存善念，造福一方百姓，老天一定会让我们回家去的。对，阿婉，我到底该怎样，你才会回来？爹爹，这几日我有在认真读书，已经学到了《史记》。廉颇为蔺相如负荆请罪。负荆请罪？哎，这不是平南侯吗？怎么在将军府前跪下？他之前数年都信誓旦旦什么一夫一妻，结果却纳了妾，所以他夫人就合理改嫁了。对呀，看这种男人真是不知不觉。阿婉，是我被朱佑蒙了心，我不该以你欺你，还误会于你。从前种种都是我的错，就算你打我骂我，我也认了。徐元宁，我已经将他送到京郊别院，他以后再也不会碍你的眼。罪父裴思燕特来负荆请罪，我只求我的妻子跟我回家。侯爷，整个将军府都大门紧闭，我们的人悄悄从后门进去看了，你们空无一人呐。什么？说。见了彗星之后，夫人去哪儿了？说。是，奴婢只记得那道星一闪而过之后，夫人和沈将军一起消失不见了。时空之门怎么会出现2次？侯爷，属下听说今年是闰年，天空可能会出现异常天象，这双星同坠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爹爹，娘亲她到底去哪里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娘亲，我真的不要我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子儿不懂。她之前说过，她要离开这个世界。不可能，她怎么能预测天象？可是她真的不见了。侯爷，您请节哀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不要再念着他了。况且夫人她抛弃你，让你颜面尽失，还一女失二夫，你就不要再念着他了。不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会离开我的。他那么爱我，我们2个那么相爱，他一定是为了气我才编的谎话。还有你，你在骗我对吗？就是他拜托你，让你骗我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彗星，对不对？说话。没有。来人，给我查！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，也要把他找出来。是，侯爷。是，侯爷。侯爷不必找了，夫人已经走了。这是夫人留下的2封信，让奴婢亲手交给侯爷和小世子。哀如山上雪，娇若云间月。闻君有2意，故来相决绝。裴思燕，和你在古代相守的这8年，我从未后悔过。但若让我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再爱上你，因为你的承诺比草都清洁。
他人走了，这个世界上以后只有我顾玲玲一个人。爹爹，你在说什么？娘亲她去哪里了？你娘亲她不要我们了，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爹爹瞎说，娘亲身强体壮，怎么会死？连个尸骨都没有，我不信。世子，这是夫人给你的。西泽，娘走了，要回到自己的世界，就是那个你小时候我总在睡前讲故事的那个世界。在那里，没有什么世子王后，你和其他小朋友没有什么不同。不怕啊，娘亲在呢。咱们上次说到，在娘的家乡，有能日行千里的木鸢，有远洋航行的巨轮，还有像铜镜一样能照映出人影的照相机。娘亲又在吹牛了。娘亲走后，希望你们早日醒悟，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男子汉。你有蛀牙，少吃些甜食，天冷记得添衣。但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是你的娘亲了。娘亲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启禀侯爷，这位就是您要请的青天剑监正大人。你告诉本侯，这彗星既然出现了2次，是不是还会出现第3次？什么时候？闰年双星坠，这种天象百年难遇。这南方水灾，北方大旱，实乃不祥之兆啊！下一次，老夫觉得再有100年才会出现。100年？爹爹，侯爷。如愿回到现在3天了，我也重新拿起了手术刀。老师能给我提个油吗？可是我怎么没有想象中开心呢？去我看看啊！好帅啊！哎，你是从漫展上出来的吗？是 cos 的哪个人物啊？好想和你集邮啊！放肆！太帅了，简直像古代大将军。就是能加个微信吗？走开！小哥哥，你看孩子演，走开！走开啊！走开！走开啊！这干嘛呢？走开！沈望洲，婉婉，沈望洲，你怎么也过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沈望洲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哎呀，你都多少年没下过厨了？哎呀，还不是他。哎，婉婉，哎，你回来啦？回来啦，爸妈，我今天想跟你们介绍个人，他叫沈望洲。哎，伯父好，伯母好。好好好。婉婉，你这男朋友倒是颇有古人之风啊。什么是男朋友？什么是男朋友？男朋友就是未来可能和我共度一生的人。哦，父亲大人，母亲大人，那我就是婉婉的男朋友。哎，婉婉，来厨房帮妈忙些事啊！哎，等等啊！走吧。你和那个裴思燕不是快谈婚论嫁了吗？自从你车祸昏迷后，我就没见过他。你们怎么了？妈，我跟裴思燕早就已经分手了。我和他现在
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他是大学时就谈的恋爱，这么长的感情，说放下就放下了吗？何止这些，还有古代的8年。我相信真心，可真心瞬息万变，我早已身心俱疲，现在只想为自己而活。妈，都过去了。好啊。小沈在哪里工作呀？婉婉是我的掌上明珠，我可不希望她找一个无能的女婿。工作是……爸，他才刚毕业，还不急着找工作呢。啊，原来是个小奶狗啊！哎，婉婉，你可得对人家好一点啊。父亲大人说我是小奶狗。好了好了，我看啊，这小沈是个好孩子，你就别逗他了。哎，吃饭吃饭，吃饭。尝一下我妈妈的拿手菜。啊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利用 AI 翻译软件学会了简体字，已经研究过了。就有人在高薪聘请文物鉴定师，我比他们所有人都专业，就应聘上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才刚来现代，慢慢来不着急。更何况有朋自远方来，我又不是养不起你，不用这么辛苦的。我不想做于婉的男朋友，我想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给你依靠。我想做和于婉共度一生的人，你的丈夫。爹爹，你已经连续3日水米未进了，孩儿求你了，我已经失去了娘亲，不能再失去爹爹了。是啊，侯爷，我和泽儿都等你出来呢。侯爷，你的头发……爹爹，你看上去为什么老了这么多？是人都会老的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我已无阿婉，踽踽独行在这世间也毫无意义。侯爷，瞧瞧你这副一蹶不振的样子，你让你儿怎么办？你让我腹中的孩儿怎么办？我已经不是什么侯爷了。为什么？我办事不力，又惹恼了陛下。陛下已经降旨，将我贬去南疆戍边10年，连这侯府不日也要被查封。我不信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再让陛下受惠成命了吗？宁儿，此去你要同我一并前往，还是……你都已经被贬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跟着你？宁儿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当我傻吗？你被贬去南疆戍边，这侯府也要被抄。你现在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废人，我凭什么要跟着你去受苦？孩子，你要带我的孩子去哪儿？哼，孩子，你还真当是你的种？你如今已经是条丧家之犬，我已经没有兴趣再陪你演下去。不妨告诉你，早在半年前，你受伤就已然绝嗣，是我买通大夫，你才浑然不知。我没心思问我，但你不跑，为何？你为何如此背叛我？待我不薄？你心里爱着于婉，嘴上却说着爱我。你对发妻尚且如此，我怎知他的今日不是我的明日？我流落风尘已久，好不容易抓到你这个救命稻草，怎么甘心只做个妾？哼！而今你已经毫无价值了，我已然不需要再跟你虚情假意。虚情假意？是。宁儿，你为什么变成这样？我初到扬州时，你衣衫单薄，被老鸨逼迫上台跳舞，我当真以为你是那般柔弱无力的女子。若我真是那般天真单纯，我当瘦马这些年
早活不下去了。你说，奸夫在何处？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属下在后院就发现这个木雕鬼鬼祟祟，手里还拿着半包蕈菇，似乎是要销毁证据。属下已经把郎中一起带过来了。回禀侯爷，此为蕈菇，若长期掺杂在孩童的饮食里，轻则产生幻觉，时日久了，毒素侵入脏腑，则会无疾暴毙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那他喝了之后怎会昏昏欲睡？没想到许一，你居然联合这个贱奴要毒害我！侯爷，刚刚是我说错了话，是我无心之失，都是我的错，求你放了招郎吧。阿爷，他就是你的奸夫，泽儿如此信任你，你居然联合外人下毒给他，许言你真让我恶心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儿啊！平安侯，你枉为人父，如今还要伤害我的孩子，我跟你拼了！蟑螂！你以为你很懂爱吗？你什么都不懂。你以为你很爱鱼丸？不，你最爱的是你自己。你所失去的这一切，都是你应得的。你还敢提我？如今所失去的这一切，都是你应得的。你还敢提他？我不准你提他！阿爷，阿爷，阿爷！我跟你拼了！后院，爹爹，我已经失去了娘亲，我就再没有爹爹了。别怕，爹爹做错了事情，要去找你娘亲赔罪。阿燕，我念给你听啊。晚日寒鸦一片愁，柳塘新绿却温柔。若教眼底无离恨，不信人间有白头。若教眼底无离恨，不信人间有白头。最好的选择，借我一缕风去追逐解不开的梦，却飘散在许多时刻。婉儿，你来亲我了。爹爹，爹爹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心突然会这么痛？难道子儿她出事了？林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手术继续进行。你
怎么过来了？手术还顺利吗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太累了？顺利，就是高度集中精神太久了吧，总是做一些有关过去的噩梦。娃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的。我没事儿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对了，最近太忙了，忘了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。我已经被那家历史研究所正式录用了，能帮助他们解构那些残缺不全的兵书，研究兵法。他们都说我很专业，还要给我加薪呢。这么厉害？好，那我今天请你吃饭。小心！用我炽热演绎出光，点燃世间的虚妄。心的划破，绚烂几场才算不忘。蓦然回望，刹那记得血液也滚烫，释然心的目光。沈王舟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你没事就行。你的手受伤了。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吧？咱们要不要过去帮一把？明明是你受了伤，你反倒照顾起我来了。我没事儿，这都是小伤，以前在战场上受的伤，可比现在重多了。这刀拔在心口，差一点你就没命。没有麻药，你该有多痛？不疼。在那个世界，我爱的人全都背叛了我，只有你。每次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总是站在我的身后。妈，我爱你，无论身在什么朝代，我心非是，不可转移。沈王舟，我们正式在一起吧。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吧。流星滑落瞬间，你是我的心愿，轻轻的念，你是我终于回来了。阿婉呢？我要去找他。大师，求您指点迷津。我想寻回我的妻子，可是她已经在另一个世界，慧星也不会再出现了，该如何是好？缘起缘灭，聚散有时。你若强行逆天道而行，怕是会万劫不复。大师，是我愧对夫人，我不怕付出任何代价，只求能见她一面。以执念为引，性命为契，可通一世7日。若这7日之内得不到执念之人的原谅，无法将其引渡回这个世界，恐怕你性命堪忧啊！大师的意思是，只有我死了，才能获得回去的机会。我听说，恋爱要从一束鲜花开始，过去不曾有的，现在为夫人补上。阿婉，我找你找到好谷。
你怎么了？好像被风沙迷了眼。我帮你吹一下。阿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背叛你，更不该相信许愿妮，我亲手杀了她。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想要你。我找遍了能人异士，才获得了这个能来仙台7日的方法。每一日，我无不活在失去你的痛苦里，只为了赎罪，只想早点见到你。我好想你，阿婉。婉婉，你是不是又想起了平南侯？在我心里，那个曾经发誓爱我如命的裴思妍，早就随着西乡的那场大雾死了。不，我只求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哪怕只能弥补1/1000。如果你不原谅我，我会灰飞烟灭的。你还记得让我们穿越的那场彗星吗？有些东西逝去了，就是逝去了。婉婉，我心疼你过去遭受的苦难，以后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守护你。嫁给我，好吗？不要答应他。为什么？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，有些熟悉。你看看我，西泽他已经懂事了。他之前是被许愿妮下了训蛊，才导致产生了幻觉，对他言听计从。他每天抱着你给他写的那些话本才能入睡，纵然不是为了我，为了泽儿，求你，为了孩子，回去看看他吧。回去看看吧。你瞧，山花遍地，鹤上青云，有些人终究有缘无分。不如珍惜眼前人。我愿意。我已经准备好一切了。3天后，我们去你最喜欢的巴厘岛度假，举办婚礼。你们要结婚了，可我只剩下3天了。你真的看不见我吗？还是你再也不想看见我？获得本次伯纳医学奖的得主是于婉博士，他为人类在攻克癌症等领域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让我们掌声有请于婉博士上台发表获奖感言。好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。医学之路漫长，我会继续努力，争取再创辉煌。好，说得好。另外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，我的爱人沈望舟。我曾以为此生能留下的不过是这一只耳当而已，可你过得不幸福，甚至差点葬身火海，我岂能容他？那日在火场救我的人是你。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因为你的过去与将来本该都是我在你身边。婉婉，我爱你，无论是什么朝代，我信非是，不可转也。于博士，如今你已经事业爱情双丰收，请问接下来的人生计划是什么？我打算先结个婚，然后再继续投身医学行业。那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遗憾呢？没有，我走到现在，做过的事，爱过的人，全都落子无悔，无愧于心。好，于博士眼光也太好了，男朋友居然这么帅。对呀，是啊，他们俩可真般配啊。原来时间过得这么快，从前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，明明应该是我。阿婉，祝你幸福。
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？我的婉婉现在可是医学界炙手可热的新星，以后喜欢你的人会趋之若鹜。